现在这个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，成都目前都是30多度了，对大家在厨房做菜的话越来越大的挑战。那么呢，为了减少大家在厨房时间，今天我们继续更新6道蒸菜。先做第一个双椒蒸排骨。买回来排骨了，我们先切成块儿，尽量选用这种中段。给大家说一下是中段的排骨，不要选龙骨去蒸，它是蒸不趴的。好，这个排骨稍微宰成块之后，我们给它清洗过来，加点面粉给它去腥，因为这个我们是蒸的，不要拿在锅里去焯水。给点面粉，先给它去到腥，把血水给它抓出来。抓匀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放到清水中去清洗它。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多的血水给它抓出来。好，我们这排骨经过面粉去抓过之后，清洗过了，接下来做第2次腌制，给点姜葱，稍微来点盐，花点酒，来点清水，这样去抓一下它。相当于第2次用这个姜葱和这个花点酒去腌制它。再给它去到腥，加点水，把它浸泡在里面。我们放到一边浸泡个15分钟。好，现在我们趁排骨浸泡的时间，我们切一下辅料。先切下这个叫美人椒，这种叫泡椒，会用到这2种辣椒。这个如果你买不到这种泡椒，可以用什么呢？就是那种泡的一条一条的辣椒，把它切碎了也可以。2种，一种鲜的，一种泡的。这种是鲜的，叫美人椒，我们给它切成圈。泡辣椒呢，它是非常的咸，要把多的水给它沥出来，把多的盐分给它去掉。如果你在国外买不到这个泡椒，也买不到这种什么美人椒，你可以买那种剁椒啊，不管是青的、红的都可以。剁椒应该是有卖的。多的盐分给它沥出来，我们做菜的话不至于特别的咸。好，排骨浸泡的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给它倒出来。这步呢，把这个姜葱雕掉，把多的水分稍微给它吸干。我们开始来给它码味。把姜葱雕掉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用厨房纸巾把多的水分稍微给它简单吸一吸。吸水的目的是待会儿为了让这个排骨不至于脱浆脱水。如果你水分特别多，它容易脱浆的。在厨房里面做饭呢，有时候事实上备点这种厨房纸巾是很有必要的，它可以把多的水分稍微给它吸掉。好，开始腌制，放入盘中。这时候我们开始腌制啊，给少许的盐，不要太多。白胡椒粉，它也是有去腥的作用哈，这个必不可少。我们加入1勺的生抽，半勺的蚝油。再来半勺的花椒油，几滴老抽，1勺的蒜蓉，这是葱花，葱头的地方叫葱头，1勺的葱头，姜米，泡椒，红的美人椒，1小勺这个豆豉，好，给它抓起来。如果你不喜欢吃辣的朋友，就不要加这个双椒了，你可以直接加豆豉还有这个葱花就好了。好，抓匀以后呢，我们给少许的土豆淀粉，2小勺土豆淀粉。揉匀过后，我们加入1小勺的干葱油，如果你没有这个葱油呢，可以加那个芝麻香油就可以了哈，没有就不用加。好，接着我们在盘中放上少许的小土豆，给它打底一下，排骨铺上去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把排骨放进去，蒸个半个小时，大火蒸半小时。如果你家的火比较小的话，你就蒸4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现在我们给它拿出来，关火。
好，最后我们放上点葱丝做一个点缀。如果你想浇点油也是可以的，就浇点油。第二道来做一个家庭版的蒜蓉粉丝蒸虾。好，接着我们把这个虾开煸一下，这头上的虾枪稍微给它剪掉，因为它是比较的容易扎到人的，我们给它切一下，从头上直接给它破开。这个片虾你可以从尾部，可以从头部，就根据你实际的情况啊。有些朋友喜欢从尾部这样片开，把头部留起来；有些喜欢把头部片开。我自己觉得呢，把尾部留起来会比较好看一些啊。做这个菜呢，反正尽量是用这种活虾来做，它的这种鲜味是非常足的。冻虾或者死虾就不太建议做这个蒜蓉开煸虾了。片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用清水给它冲洗一下。好，今天这个蒜蓉汁呢，我们做的是个家庭版。如果在酒店做的话，它会做一个金银蒜，就蒜提前炸干，一半炸过的蒜，再配上一半生蒜，这样的话会比较麻烦。我们家里面做就简单一点，只需要拿一部分直接给它浇熟就可以做。好，我们在玻璃碗中放入一半的蒜，直接给它浇熟。浇熟了，我们稍微再来点这种干葱末。就是我们洋葱碎，你没有啊就大洋葱切碎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油温烧到6成热，下入1勺菜籽油，1勺半。好，快速的把这个蒜给它焦香、焦熟。接下来我们再加点生蒜，这样的话它就会有2种蒜，一种生蒜和熟蒜的味道组合在一起。开始调味，我们放入1勺的蚝油，1小勺的糖，好，盐1小勺，给它搅拌均匀。稍微来点这个白胡椒粉，好，这个蒜蓉酱就调好了。我们蒸熟之后呢，还会加点这种豉油，所以说这里的盐不要放的太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做一个装盘，这是提前泡上一个粉丝，我们放入盘中。稍微来少许的蒜蓉，给它简单拌一下，有点底味。好，拌匀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把虾铺上去。好，摆完之后呢，我们稍微给它修饰一下。就尽量让这个肉啊，它是平铺着的，就不要让它立起来啊，尽量平铺着。这样的话，蒜蓉上去的话，更容易粘上去。好，接下来把这个蒜蓉均匀的铺上去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大火放入锅中，大火蒸个8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给它拿出来。拿出来的时候就把豉油蒸上，我们蒸点豉油，1分钟，豉油蒸个1分钟，蒸热。好，接着我们给它撒点葱花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把这个豉油来一点点。第3个菜，做一个葱油豉汁蒸金鲳鱼。这个金鲳鱼呢，我们稍微给它划个刀改一下，这样变得更容易入味。两面都是一样的哈，我们给它改个刀。改刀的目的是方便待会儿我们蒸的时候它更容易入味一些。现在我们加点姜葱水在里面去泡它。把这个姜葱稍微给它揉一下，
好，来点花雕酒，肚子里面也放上姜葱。好，我们稍微泡个15分钟。趁这个鱼浸泡的时间，我们把豆豉改个刀。好，这个豆豉捞出来之后，我们稍微给它改个刀，因为它是整颗的，不容易出味的，稍微给它剁一下。好，这个剁了也不要剁得太碎哦，不然会融掉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找个锅，锅里放点油，先炼点什么呢？先炼点葱油，用葱油再来炒这个豉汁，这样的话更香一些。这葱呢是3种葱，一种是这种大葱、香葱和这个干葱，我们给它切到一起。先下大葱，大葱比较的粗，它会经炸一些，比较粗，经炸一些。炸热就开这种中小火，火不要太大。接下来再下入另外的2种葱。这步呢，主要针对大家在家里面没有葱油。如果你有葱油，像我这样，你之前已经炼了一瓶葱油，这个步骤就可以把它减掉。好，这个葱油差不多炼干之后，我们给它倒出来，过滤一下，把渣渣。这时候你不要洗锅哈，我们只是说把这个渣过滤一下，这个油再会倒回到锅里，锅它是干净的哈。稍微压一压，把这葱油炼出来。好，把油倒回锅里，开火，还是中小火。再次下入这个蒜蓉，少许的姜米，来点干葱碎。给它炒香，姜、葱、蒜炒香。炒香过后呢，下入刚刚我们切碎的豆豉，也给它炒起来。好，灌入少许的清水。让它稍微煮一煮，熬一熬，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豆豉的味道和姜葱味道充分融合在一起。好，熬个1分钟之后呢，我们开始调味，开小火，好，给个半勺的蚝油，少许的糖，好，白胡椒粉。给它搅拌均匀，那盐就不要加，因为豆豉里面本身它会有盐味的。好，调完味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给它倒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把这鱼捞出来，把肚子里面姜葱给它掏干净，把水分给它吸一吸。我们开始来蒸。其实这个金鲳鱼它是很好吃，因为骨头非常的少，不会像什么淡水鱼啊有那么多的刺，它很少的。里面的水分我们也给它沾一沾。好，放入盘中之后呢，接下来在鱼身上拍一点点粉，什么目的呢？可以让这个就是炒的这汁啊，更好的挂在鱼身上，不然它会滑下去的。不要太厚，薄薄的一层。这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稍微给它来一点点粉。好，接下来开始把这个汁儿底部搭一点。放上去，鱼身上搭一点，好，我们上笼蒸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放到锅中大火蒸1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。好，蒸熟之后呢，我们给少许的葱丝做一个点缀，可以了。
第4个菜呢，我们做一个小米蒸牛肉。好，我们蒸这个牛肉呢，我现在选的是这种牛里脊啊，我们先把表面的筋膜给它去除一下，不然的话这个筋膜会非常的硬，其实它不适合拿来蒸的，嚼不动的。我们给它片下来，这个片下筋膜，平时你可以拿来做什么汤啊，做什么烧菜都可以把它用掉。但是如果是直接拿来蒸的话，因为我们蒸的时间比较短，它会吃起来比较掐牙，一定稍微给它片下来。这个也不要丢掉，这可以用的。拿个碗给它装起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牛柳稍微给它切片，切的时候呢，我们大概切成这种差不多一个硬币的厚度，给它看一下。好，切完这个牛肉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做个简单的腌制，不能直接拿着和好小米去蒸，这样的话你的牛肉蒸出非常老。腌制的时候我们加点什么呢？稍微来点盐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好，现磨的白胡椒粉，生抽1勺。蚝油半勺，蚝油和生抽其实它是提鲜的，这个不要加太多，有个半勺就够了。花雕酒半勺，我们给它揉起来，把这个盐味先给它揉到这个肉里面。先不要去，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加水，也不要去加粉哈，很容易脱浆的。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腌出来牛肉容易脱浆？这步很重要啊，先把这个牛肉的这种胶质给它揉出来之后，我们再来去腌制水分。稍微给它拍打一下，有点像这种按摩一样，给它拍打一下。接着我们加点姜葱水，姜水有2个目的，第一可以去腥，第二呢它可以增加这个肉的嫩度。像这肉里面，只要它灌上水之后，它就会变嫩。也是相同的方式，我们这样去给它按摩拍打它。水不要一次性加太多，我们分个3次来加，保证每次水分全部打到肉里面，我们再来加下一次。好，我们来加第2次，好，再加第3次。看到这步，我现在都还没有加粉，一定要把这个水先加进去，最后再来加粉。粉呢有点像我们穿的这种最后一件衣服一样，不要一开始就去加粉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我是加了3次水的，你发现这牛肉的水分就完全被吃透到牛肉里面了。我们再来加粉，所以说你看它就不会脱浆，也不会说脱芡，有这种情况。先给它打到肉里。好，我们加入2小勺这个土豆淀粉，这个淀粉给它揉转就好了，轻轻给它揉一下。主要目的是这个肉在蒸热之后，它表面形成保护层，可以更好的锁住牛肉里面的水分。好，这个肉差不多就腌制好了，我们放个15分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泡胀小米裹到这个牛肉片上，好，泡胀小米直接倒进去，给它抓一下，尽量让这个每片牛肉上面都裹上这个小米。稍微给点油在里面，这个是葱油，如果你没有呢，就可以加普通的油。主要是吃起来它会滋润一些。要找个盘子，我们给它装起来，轻轻的揉2下就好了，尽量给它摊薄。好，放入蒸锅中。好，水开以后放入锅中，我们蒸个25分钟，大火。好，时间到，给它端出来。好，最后我们撒点葱花，第5个做一个丝瓜蒸肉片，第一步呢，把它丝瓜稍微处理一下。削皮之后呢，我们稍微给它清洗一下。好，改刀，这个呢你可以切成条形，切成片都行。但是如果是切片的话，就是你要蒸的话，稍微切厚一点，不要切得太薄。
接下来我们切一下肉片，这里肉呢我选的是梅花肉，就是可以选梅花肉或者里脊肉都行。梅花肉啊，它会有一些脂肪，吃起来更滋润一些。中间给它切开，改刀切成片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将这个肉片腌制一下，给点盐，来这个白胡椒粉、花雕酒、半勺的蚝油，给它抓起来。这个是个蒸菜，就是不要做的太黑，所以这里就没有放什么生抽了。捞匀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加点姜葱水，再加一次。没有姜葱水的朋友可以加点什么蛋清来代替，蛋清其实它也是一种增加嫩度的。这个肉呢，加了水之后它就会变嫩，其实都是一个目的。要抓起来，就一定要把这个水啊抓到这个肉里面，就一次性不要加太多。我们再来一次。好，水抓进去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加点土豆淀粉2小勺，划转，来少许的油，好，现在开始装盘。接着我们把这个切好的丝瓜放入盘中，稍微给它摊薄一下，把肉铺在上面。用个筷子轻轻给它铺开。好，蒸之前我们再来点这葱油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大火放入锅中蒸个1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拿出来。好，蒸熟之后呢，我们放点葱丝。好，我们浇入少许的油，最后一道菜做一个原汁原味的隔水蒸鸡。这个是在超市买一只三黄鸡，我们把那个角给它去下来，剪刀，还有一只哈，来，这个脚趾要给它剪掉，这个脚趾稍微给它剪掉。屁股也给它切掉，这个屁股我们蒸的时候就不要了，用剪刀给它剪掉。这里面的内脏我们稍微来抠出来，冲一冲，洗一洗。清洗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在表面给它撒些盐，给它搓一搓，这样的话它有味道一些。包括里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把它搓一搓，给它搓上味道，把盐啊给它抹均匀。边搓的时候，我们就边加上姜葱。这个是干葱，我们来点姜片，2种葱，一个是大葱和这个香葱。把这个鸡爪也放进去，一起来给它搓一搓。来点白胡椒粉，来点花雕酒，稍微来几个黄栀子。黄栀子啊，它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一种天然一种上色，就它可以让这个鸡肉皮啊更加的黄。肚子里面也给它放上姜葱啊，腌的时候呢，把这个角顺便就给它塞进去。好，我们稍微腌这个20分钟，再来处理它。好，20分钟到了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把黄栀子给它雕出来，
这个就不要蒸了，待会儿。好，把姜葱给它上面和底部都给它放一点，肚子里面也放点油啊，一定要有，不然的话它没有这姜葱的味道。稍微给少许的这种葱油，我们炼的这种葱油，这样它更香一些。好，水开以后，我们放入锅中，中火蒸个3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先关火。这里教大家一个判断鸡熟没熟的方式，可以用个竹签插一下鸡身上最厚的地方，鸡腿。我们插一下，只要插进去没有冒血水，好，它就熟了。好，蒸熟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姜葱给它叼出来。好，肚子里面姜葱稍微也给它扯出来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6道蒸菜，因为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，真的是谁做饭谁知道，一进厨房就会感觉非常的热。今天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，就是你把这个菜蒸上之后呢，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，不用长期的待在厨房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调动偶像。